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很多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患者，问题根本不在甜食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在诊间我看到太多人戒了蛋糕，戒了珍奶，结果血糖不但没降，还一年比一年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每天吃的是看起来健康的东西，实际上是隐形陷阱。我常听病人一脸困惑的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早餐只喝稀饭配肉松，水果也只挑酸的吃，甜的我都不碰了。为什么糖化血色素还是降不下来？”今天我要一次揭开那些看似健康却偷偷拉高血糖的食物和习惯，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我们要谈预防糖尿病，一定得先从吃什么开始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揭露3类最容易被忽略却特别容易让血糖失控的食物。第一，伪装成健康的精致淀粉，稀饭与白吐司。很多人生病或是想控制体重、控制血糖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改吃稀饭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清淡、很养生呢？但老实说，对糖尿病患者或血糖偏高的人来说，稀饭几乎等于就是液体的糖水。原因在于米饭在长时间熬煮的过程中会产生所谓的糊化作用，这种状态下的淀粉非常容易被小肠快速吸收，血糖上升的速度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，常常在餐后30分钟内就冲到高点。白吐司、白面条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这些食物经过高度加工，纤维质被大量去除，进到体内后就会快速的被吸收，并转换成葡萄糖，对血糖来说都是不小的刺激。第二，液体糖分陷阱，果汁与调味优酪乳。常常有人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都不喝真奶了，我改喝100%纯果汁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”但其实这样做反而更危险。当你吃下一颗完整的柳橙，需要咀嚼，里面的纤维质会帮忙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。可是，一杯500cc 的柳橙汁，等于你在短时间内喝下约5到6颗柳橙的糖分，却几乎完全没有纤维。对于胰脏来说，这种情况就像突然被要求全力加班，真的可以说是一场糖分的轰炸。另外，超市里卖的调味优酪乳，为了让口感比较顺、比较不酸，往往会添加额外的砂糖。如果你仔细看营养标示，会发现一瓶250克的调味优酪乳，含糖量常常落在10到20克，差不多等于喝下一半可乐的糖量。第三，咸食里的糖分炸弹，勾芡食物与酱料，这一点通常是大家最意外的。很多人以为只要不吃甜食，血糖就安全了，却忽略了台湾人最爱吃的咸食里其实藏着大量的隐形糖。第一个是勾芡食物，像是酸辣汤、蚵仔面线、肉羹面。大家要知道，芡粉本身是纯淀粉，多半是太白粉或玉米粉。这些淀粉经过糊化之后 ，GI 值非常高。再加上羹汤为了提味，常常会额外添加糖分，一碗吃下去，血糖上升的效果真的跟喝糖水差不了多少。第二个是各种酱料，很多人吃沙拉觉得健康，但如果淋的是凯撒酱、蜂蜜芥末酱，或是吃肉时大量沾番茄酱、泰式酸辣酱等，其实你吃进去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糖。以番茄酱来说，成分表里糖常常排在前3名。这些调味料会在你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让你一整餐的含糖量直接爆表。最危险的糖往往不是甜的，而是藏在咸味里。前面我们谈的是吃什么，接下来这一段其实更关键，我要跟你谈怎么吃。很多时候食物本身选对了，但是只要顺序错了，血糖一样救不回来。第一，错误的进食顺序，淀粉先行。很多人一坐下来吃饭，第一口就是扒饭，或是先喝一碗热的浓汤。但老实说，这往往就是血糖失控的起点。你可能会问，医师，反正最后不是都进到胃里搅在一起消化吗？顺序真的有差吗？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，差非常多。你可以把肠胃道想成一条高速公路，如果你一开始就吃淀粉，
就好像直接让一台超跑冲上路，血糖很快就飙到红线。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黄金的进食顺序：水、菜、肉、饭。第一步，我们先喝水，吃菜，建立物理的屏障。先喝水可以增加一点饱足感，接着吃下去的蔬菜，也就是纤维质，会在小肠黏膜上形成一层像过滤网一样的屏障。这个屏障非常重要，它可以把后面进来的糖分挡一下，让吸收速度变慢，血糖就不会一下子冲上去。第二步，再吃肉，启动天然的控糖机制。当你吃的是蛋白质，像是肉、鱼、豆腐，小肠会分泌一种叫做 GLP-1 的肠道荷尔蒙。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过，因为现在很红的瘦瘦针就是在模仿它的作用。GLP-1 就像一个守门员，会把胃的出口稍微关小一点点，在医学上我们叫做延缓胃排空，让食物不要一次全部冲进肠道，最后才吃饭，让淀粉乖乖排队。有了前面纤维质滤网和 GLP-1 守门员的保护，这时候再进来的淀粉就不会造成剧烈的冲击，而是像排队一样，一点一点平稳地进入血液。这个观念可不是我随便乱说的。2015年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同样一餐，如果采用先吃蔬菜与蛋白质，最后才吃碳水化合物的顺序，餐后血糖的最高峰可以下降大约37%。而胰岛素的需求量也比先吃淀粉的人少了将近48%。换句话说，只要顺序改一下，效果有时候真的不输给吃药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医师，那我是先吃肉还是先吃菜呢？其实最重要的原则是淀粉最后吃。如果你习惯肉跟菜一起吃，其实也完全没问题啊。第二，吃饭速度过快，大脑的延迟反应。第二个常见问题是吃饭吃得太快，我们的大脑接收到我已经吃饱了这个讯号，通常需要15到20分钟。如果你5分钟就解决一餐，等大脑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你往往已经吃进超过身体所需要的能量。这些多出来的热量很容易转变成脂肪，堆积在肝脏，形成脂肪肝。而脂肪肝正是第二型糖尿病非常重要的推手之一。第三，频繁少量多餐的迷思。第三个是很多人一直深信不疑的观念：糖尿病一定要少量多餐。但实际上，除非你是有严重低血糖风险的特殊族群，或者是遵照医师的指示，否则我并不建议一般人从早到晚一直进食。每一次你吃一块饼干，每一口含糖咖啡或拿铁，你的胰脏就必须要立刻加班，分泌胰岛素来处理血糖。如果你整天都在吃，胰岛素的浓度就会长时间维持在高档，久而久之，细胞会对胰岛素产生厌倦感。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胰岛素阻抗。给胰脏休息的时间，就是给血糖下降的空间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认真的避开这些食物和不良习惯呢？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你就能立刻了解。想象一下，你的细胞是一间房子，而血糖，也就是葡萄糖，则是想进屋工作的客人。胰岛素就是那把开门的钥匙。正常情况下，胰岛素转动钥匙，门就打开了，血糖顺利进屋，提供能量。但如果你长期吃高 GI 食物或者频繁进食，就像你不停的疯狂的转动那把钥匙，久而久之锁孔磨损，钥匙转不动，门就打不开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阻抗。结果呢，客人也就是血糖进不去屋子，也就是细胞里面，只能全部挤在马路上，也就是在血管内，造成交通瘫痪，也就是血管的损伤。长期下来，心脏病、视网膜病变、肾脏受损的风险就全都来了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？不过好消息是，第二型糖尿病在早期其实是非常有机会透过饮食来逆转的。这里我提供你2个简单又实用的启动方案。第一，替代法而非断食法。不要逼自己完全戒掉淀粉，你可以把白饭换成糙米、黑米，或是最近很流行的花椰菜米 ，GI 值很低，大概只有15。含糖饮料也可以换成气泡水，加一片新鲜的柠檬。这种无痛转换的方式是最容易长期坚持，也不容易让你感觉到痛苦。第二，7天控糖挑战。我邀请正在看影片的你，
从明天开始尝试这个小实验，每餐先吃2口菜，再吃1口肉，最后再吃饭，顺便记录自己餐后的感觉，看看自己是否不再容易昏昏欲睡。你会惊讶的发现，仅仅改变进食顺序，体力和精神都能明显提升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预防糖尿病其实不是叫你跟美食绝交，而是要让你重新掌握食物的主动权，学会聪明吃。今天我们分享了3类最容易被忽略的隐形血糖杀手。第一，伪装成健康的精致淀粉，像是稀饭、白吐司。第二，液体糖分陷阱，像是果汁、调味优酪乳。第三，咸食里的隐形糖，像是勾芡食物与含糖酱料。同时，也要注意3种偷偷拖垮胰岛素的不良饮食习惯。第一，错误的进食顺序；第二，吃饭速度过快；第三，频繁少量多餐。掌握这6个重点，就能给血糖一个喘息的空间，也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更多保障。如果今天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特别是那些早餐爱喝稀饭或果汁的朋友，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改变他们的健康观念。在控糖的过程中，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呢？或者有哪些食物你以为很健康，结果吃完之后血糖飙高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